来，新玩具无一升级小系列磁带部队的分贝，也是磁带的小合体系列，2份开页说明书，指示的还算详细。极小系列的人物卡，磨砂材质，而且这回会带3张。单体的2只龙和最后的合体形态，2盘小磁带，一红一蓝，拿在手里就是这种感觉了。个头来说嘛，应该是为了配合围城的声波的尺寸。如果你放 MP 呢，也能放得进去，但是看起来尺寸会有一些小。我们先来看音符的变形，也是比较简单的。在设定里边呢，这玩意儿变形完成是一个5尺翼龙。我们先把这个关节拧一下，尽量让这个开口的球碗朝上，然后把这2个银色的圆圈调成一个方向，拧，把这个球碗挪过来，稍微的斜起来，你的翼龙翅膀就可以这样。接着掏出它的2个武器组，插在头上。在记忆老玩具上面，其实也是靠这个武器去延伸它翅膀的一个翼展，然后把脑袋从这里边撬出来。肚子里边这2块挡肉的零件翻一下，说是挡肉啊，也没挡住，其实就是掐边这一块窟窿的挡肉。翻过来，2个翼龙的小爪子立起来。那么好，小分贝就变形完成了。当然你也可以转一下，往上翘翘。不过这个翼龙忽扇翅膀的时候啊，你要根据这个球形关节的开口球碗去调整。调成这样吧。在设定里边，这个据说是个异特龙啊，把左右的2个小扣子先拆开，这里分开，小龙爪子的前脚掌、后脚跟儿还是比较小的，把这里都展开。注意这一块的根部是一个球形关节啊，拔的时候别拔脱了，只把上边的这个扣子拆开就行。后边有一块板子，整个的拉开，把它的尾巴翻出来，这里边的小脑袋卷一卷，拉出，然后后背这一块的挡肉零件有2个转轴的关节啊，把它翻平，让红色的这一块贴好，再把大腿根儿立起来，翻转到下面去，膝盖的关节折过来。掏出小武器给它插上，还是非常简单的变形过程，这2个小恐龙就变完了。一个翼龙，一个异特龙，设定里边是这个样子，但实际看起来呢，还是比较抽象的吧，毕竟太小了，而且也是为了服务于它的合体形态。翼龙这个还说得过去啊，不过也就是那么个意思，毕竟它是为了服务于合体形态嘛。小爪子有2段的关节，脖子这里也可以来回的活动一些。变形的需要，然后腿这个地方关节还是挺多的，人形的胳膊，尾巴有2段活动，但是尾巴有些短，毕竟是为了合体嘛。那我们直接来开始进行它的合体模式。合体的变形也很简单，我们先把前肢这里的2个小扣子给它钉上，窝回来，固定好，然后把这一块背后的挡肉零件的空间给它抠开，脖子叠起来，团进去。接着后边的合体脑袋藏在这个空间里边，顶一下。注意啊，这个轴在活动的时候，它是有一个上下的滑动的，这里有滑槽，所以你在往出翻它的时候啊，要来回顶着滑，把这里推出来，再翻过来。再拉长，肚子这一块窟窿露出来就行了，全部变好。我们再把这个球形关节往前折叠，让这块板子凸到前方，胳膊放好，旋转调整到正确的位置，把小拳头放平，然后小分贝就是下半盘了。我们先把这2个武器抠下来，打开后边挡肉的盖子，从这里边顶出来脚尖，盖上，然后顺着这里边的球形关节把这一块挪过来，这面是正面，调整好。腿肚子后面呢，可以把这个武器填在这儿，
算是有一个收纳，也做一个挡肉吧，挺好看的。接着肚子里边这里先打开这两个挡肉，脖子缩进去，小脚挡肉都填好，这条腿放下来。简简单单搞定下半盘，然后把上半身这里左右张开，贴上去。它的合体位点结合处呢，就是左右这里的两个扣子，把它夹在一起。好，哎，固定好了以后，其实还挺结实的啊，不会松散开。接着脖子这里为什么做了一个伸缩的双关节？你把它拉出来，往前顶在这儿，这个时候脖子才在一个正常的角度上。那么好，这款小翻倍就合体完成了。哎，该说不说，人形还是挺有样的啊，而且整体看起来身材很匀称。虽然说有一个大书包，倒是这个厚度吧，尺寸也在接受范围之内。在对于老玩具的还原度上面来说啊，合体的玩法也好了，造型也好，还有一些武器的互动，也都能还原个七七八八。但是人形确实做得更漂亮了，老玩具那个就看起来稍微畸形了一些啊。手臂的关节该有的也都有，来回的旋转，拳头也能左右转，脖子、球形关节、抬头，甚至能前后的动，腰部的没有可动啊，膝盖、胯，左右转腿，左右接地，稍微的有一点点前脚掌。同期这一套吴医生还推出了黑金色的重涂版本，我们也是快速的把它来合体一下。哎，该说不说，这个重涂的黑金色颜色统一下来了，效果似乎比原色的更好看一些啊。原色的这个，我不知道这样形容合适不合适。它这个地方好像穿了一个抹胸的那种很束腰的，是吧？就感觉会很性感。因为合体造型还有原设定的关系啊，这一块红色和蓝色之间，其实落差并不大，但是总会觉得有一个勒胸的那种，还掐着很瘦的腰的高叉泳装的感觉，就像是一个男性机器人套着那种红色的兔女郎装，还穿着黑丝。哎，算了，越说越奇怪了。其实原设定里边它就是这个样子啊。头领战士后期给两方阵营都加入了很多新的磁带部队成员，而且也融入了磁带合体的这个概念。汽车人这边两只小恐龙，这种玩法互动的方式还是非常不错的，能把一盘小小的磁带做出3个形态来，还能进行合体。其实这种玩法当时在80几年代应该是特别超前的。如今吴医生把它迷你化了之后，竟然还能保证人形效果有一个不错的展示。当然，两个龙形迁就下来就有那么一些抽象了。不过总体来说，涂装的细节该有的一些小点缀也都涂了上去。在用料方面也是像之前的偏韧性一点的材质，所以细小的零件把玩起来不会特别容易损伤。变形难度不高，唯一需要注意就是合体脑袋翻出时候根部的那个滑动轴来回的避让一下，就更好的翻出了。那么得嘞，这一套的小磁带你觉得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